欢迎来到日月塔罗，我是 Paulina。今天我们要做的是，最近你会有什么幸运的事将会发生呢？是不是很期待未来不知道会不会发生什么好事？现在呢，我就会透过今天的占卜来告诉你，未来你可能会有哪些人事物的好事，你有什么事业上、工作上、你的感情上有什么样的好事会发生。那如果说你想要就是多详尽的了解的话，我们等一下就会来进行我们的讲解。那在讲解之前，我要先感谢就是大家都很踊跃的在我们的影片下方跟我们做一个分享跟留言。那我们呢也都会尽可能的去回复每一位跟我们分享的留言。那我们很感谢，也觉得很愿意倾听你们的 feedback， 你们的反馈。那希望说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们的频道，那我们可以就是因为有你们的支持，然后可以做得更好。好，我们接下来要做今天的占卜了。今天我们会使用卢恩符文石，会使用3副牌，第一副是圣甲虫，然后第二副是神奇精灵指引卡，还有我们的神圣羽毛信使卡，就是这3副牌。就让我们开始吧。这是我们的第一副、第二副、第3副。我们就先来做3次的深呼吸，然后你就依照你的直觉选择现在跟你的磁场最对应的一副牌，就可以作为你今天占卜的结果哦。好，我们开始深呼吸。好，都选好了吗？如果都选好的话，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占卜咯。如果还没有选好，那你可以按下暂停键，选好之后再继续往下看咯。如果有什么想要跳到你自己选牌的那边的话，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描述栏里面，你可以去做一个快转、快切的一个动作。好，那就让我们开始咯。我们来看看抽到第一组的朋友，这是抽到第一组的卢恩符文石温救。温救的符文的意义就是喜悦的意思。如果你抽到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幸运，因为表示你即将会迎来一段非常喜悦跟快乐的一个转变。好，我们先恭喜抽到这个第一组的朋友。我们可以看得到说，其实啊，在过去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你真的是也过了一段非常的悲伤，或者是惨淡，或者是有一些无力跟痛苦的日子。因为你可以看得到说，杯士逆位跟杯8正位这2张牌啊，其实都有代表出你内心的无奈跟就是伤心到想要离开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个呢，如果只在感情上面的话，有可能是因为目前呢，你跟你的那个对象是让你的心里面觉得很没有安全感，而且觉得非常不满意，或者是觉得你所需要的都是没有被满足的。所以呢，你的心里面没有就是喜悦，都完全就是逆位的，就是颠倒了，所以杯子里面就算有一点点水都倒光了。那有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啊，通常就是也代表了你的内心里面已经有觉得好像必须要寻找新的可能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念头跟想法，也就是表示在感情上面，这个原本的对象已经让你觉得好像已经过不下去了。然后呢，杯8又是一个行动上出走的一个很明确的牌，也就是说，这些杯子呢，也许还藏有一些
情感、感情，也就是你们关系里面还有一些感情在内，但是因为你没有感到满足，你感到没有安全感，所以也许你的内心还是认为说这段关系不是你想要的，或者是出现了很多事情，所以让你觉得这个关系无法再持续下去。所以呢，你自己的行动就是想要去其他的地方找寻新的水源。那也有一些的预含，就是说如果你又抽到这个幸运的意思，也就是表示说你决定出走的这一个行为，这个举动也会为你带来一个新的好的机会，可能会让你的心灵上感到满意或满足。我们可以看到杯1跟杯6也是在的去呼应了你如果找寻新的机会、新的可能，你会感到很满意。你看，因为杯1通常都在讲的是一个新的机会、好的开始，无论是关系或者是任何的事情，都算是一个初始。那如果你有杯6那就是表示说，也是觉得说会让你很有安全感、很开心、很和谐祥和的感觉。那你这个新的开始的新的关系，让你有这么样的一个舒服，而且你又可以得到充沛的能量，你可以觉得生活上面整体都有很多的正面的一些流动，甚至是你有好的一些感受，因为杯就是在讲感受嘛，所以这2张牌也是意味着你很可能会在未来的机会里面，就是遇到新的人、新的更好更棒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说，如果你要把它定义在感情的部分来说，那你可能就是在感情上即将会遇到一个好对象，但是目前你的这个状况可能就需要是被你处理的，因为看起来有一点点问题。当然是不容易的决定，但是如果你可以试着去改变自己的话，就会有一条新的路。那如果我们今天就是工作上面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好事？它也是告诉你说，也许你现在在事业上或者是工作上面，你是感到不顺心的，你的事业不让你满意，或你的工作觉得很无聊，然后也不是你能够发挥的好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你也一直觉得再这样做下去不知道好不好，就是可能不见得是怎么说呢，可能它是一个给你很多薪水的工作，或者是给你觉得满意的薪水的工作，但是也许在内心深处你是没有被满足的。你可能会觉得说好像继续这样做下去也可以，但是你没有去好好的发挥，或者是你不是在做你真的有兴趣的事情，所以你就在花了太多的时间，但是只看到金钱，而没有所谓心灵上的满足。那对你来说，现在你可能在意的反而是你心灵上的满足，而不再是物质的部分。所以我们看到你其实也蛮因为想要找寻让你可以更有成就感或者是挑战性的工作，你有意愿想要出走，你想要去换工作，或者是想要转职转业或者是开创新事业做一些新创的事情。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如果你这么做了，其实你只要去做你真正喜爱的事情，就像杯1就是你真正喜爱的，你有兴趣的东西，你其实到最后你也还是会感到内心觉得活力充沛，很开怀，就是真正你想要做的你达到了，你去做了，无论一开始是不是多辛苦或者怎么样，但是是一个你人生重新洗牌的一个起点，然后你也会觉得这个决定到最后你会认为是满足满意的。不敢说钱跟以前来说是否会更多，但是在心灵上面的满足感你绝对是
觉得比较满意的，就是愉快多了。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得到说，其实啊，在工作上面的选择，你去做一些教书啊、教学啊，跟小孩有关啊的工作，比方说保姆啊、护育师啊，或者是甚至是帮助别人、疗愈别人的工作，像是医护啊，或者是做一些类似甚至是疗愈别人心灵的工作啊，或者是类似咨询啊，或者是一些灵性工作啊，什么冥想练习啊，甚至是所谓的一些比较可以关照别人，让别人有开心有安全感的，所有类型跟这相关的都其实是非常适合你在未来考虑的项目。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说，如果你今天呢，你是作为一个类似创作者、艺术家这样子，你是在做你有产品你有作品的，你有比方说你有在做一些行销，或者是你是写手，你是在写文章的，或者是你是在做画画啊、美术啊这方面的，就是跟艺术相关、音乐啊这些的创作者的话，那么你在未来的时候，你也会感受到非常的有灵感，甚至你因为你的内在有了一些转变，你有一些喜悦，所以你做出来的作品是更加的好的，然后又更加的能够感动人心。所以你的未来，我们可以预测你的好事是非常多的，但是这很有可能是在你的一念之间，就是你需要有一些小小的调整，或者是一些决定跟转变，你可能比较容易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那我们来看看精灵他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指引。他说第一张牌离开，其实他就是在告诉你，因为你目前的状态你不是那么的满意，你可能觉得没有得到你相对应想要的人事物，你期待的东西是没有得到的。所以呢，他也告诉你了，如果你去评估这整个状态，或者是这个关系，或无论是关系，或者是工作，或者是事业，或者是任何的结盟或者 whatever， 你现在如果认为目前的这个状态是不 OK 的，那他还是蛮建议精灵建议你可以考虑要不要离开，然后你就可以去创造出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一个开始。然后呢，怎么做？练习。因为呢比方说好了，你今天呢想要在你的工作上面更有表现，你的事业上面更有成就，其实都是需要做出很多背后的努力的。但是这些背后的努力呢，它堆积下来，它就会造就你在事业上、工作上面的一些成果。比方说，你可能需要有一个好英文能力好了，那如果你想要英文能力好，你就是每天要多看、多听、多练习、多说，这就是没有办法一蹴而成的，它必须是利用时间慢慢一点一滴的累积。所以他也告诉你说，如果你想要得到什么，无论是自己专业能力才华，或者是得到一笔生意，你就是要一直很有耐心，然后想办法调整，然后沟通协商，然后去找对方，然后跟对方有一些更多的沟通，然后了解彼此的需求，然后互相看看能够怎么样去妥协，或者是得到彼此都觉得最好的结果。这就是你必须要去学习的，然后你要付出努力的，一天一天的都要付出一点点，然后去累积的。那最后你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很美满的结果。那如果说今天是一个关系好了，你知道你现在的关系是有问题的，那你也是需要培养自己，可能你要改善一些部分。好，
讲一个最直白简单的好了，如果说你觉得现在你的目前的状态好像不太好，比方说你觉得自己这样太胖了，你想要减肥，好，那你就是每天要注意你的饮食，还有或者是你需要运动，就看你自己个人觉得就是怎么样，可能是你自己也会知道怎么样达到你想要的，只是通常以前你都太懒了，你可能觉得太累了，或者是很多很多的理由，你觉得不要做。但是如果你都不要做的话，那就不可能有一些什么改变。所以这边的精灵给你的一个讯息，也是希望说，透过它提醒你，现在就是一个改变的时期，现在就是一个你需要调整自己、改善自己的时期。那你透过这次的机会，未来的话，你会看到很多很美好的 outcome， 就是你不会失望的，所以他已经把好兆头带给你了，你只要愿意去做一些调整改变，你的未来都是越来越美好的，所以这不用过于担心。即使你现在觉得看不到希望，你觉得很伤心，或者是很无奈，但是他要告诉你的是，未来会有好事的。再来我们看到婚姻这张牌啊，其实他也有在告诉你哦，他就说，如果你去做了一些新的调整或改变，如果你是感情的话，你可能就是会在不久之后会遇到适合你的另外一个伴侣。那也许如果他是一个对的人的话，那也可能在不会那么不顺利，你可能不会那么久，你可以感受到说，这个人是 OK 的，然后也许你就因此而步入了婚姻这条路，也是有可能的。所以他也是在告诉你说，现在的关系如果你不满意的话，你确实是需要转个方向的。对，然后呢，未来还有很美好的未来在等你，只不过就是看你要不要去接。那如果说是事业上面呢，他也是告诉你，如果你现在的工作你不满意，现在的事业你觉得有合作伙伴有问题，你的产品有问题，那你或者是合作厂商有问题，但是你又不改变又在那边闲，然后又觉得这个效果都不好，做出来都不 OK 啊什么的，那这个事情也很难因为你自己觉得不满意而被改变嘛。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不 OK 的话，你就去找新的厂商，换新的设计，换改善你自己的产品的东西，调整是需要有人主动去做一些改变的，你才有办法真正的去调整出来新的东西，新的路。所以如果你今天觉得原本合作的厂商虽然已经合作很多年了啦，然后都很就是熟悉了，也不好意思换啊或者是什么的，但是如果说今天你的产品跟他合作就是会出现瑕疵，就是没有那么满意，就是客人会抱怨，那你这个厂商当然要换啊。那你就是会可能在未来，因为你做了一个转变的念头，所以你找到了另外一个更合适的工作伙伴，或者是类似新的厂商、新的配合对象，那你的产品做出来是更好、更棒的。这也是一种新的结盟啊，或者是异业的结盟啊，你可以去想一想新的异业结盟的关系啊，比方说你的产品是可以跟什么样的不同产业，但是可能两个加起来会相辅相成的，你可以去往那个方向思考，去做一个结合啊，这些都是可以在未来可能够被你去创造出来的美好的事物。所以就是无论在工作、事业，或者是甚至是在感情上面，你的未来都可以看得出来是蛮好的一个就是前景在那里，就看你自己愿不愿意去走向那个地方。但是呢，在走向那个地方之前，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宇宙带给你什么样的讯息。这张牌是乌鸦的羽毛信使的一个讯息，
它呢其实比较主要的就是告诉你说，你要去找回你自己的力量，因为在过去啊，你都太过于在乎别人了，所以你忽略了你自己的需要、你的情绪，还有你的所有的，就是看重自己，你就是没有好好的看重自己这样子，那他就会告诉你说，其实那个时间其实对你来说，你就是因为活得那么的不把自己看重，所以让你自己的心境或者是整体的状态都是呈现一个比较很辛苦、很伤心或者是无力的状况。所以未来呢，这个情况已经结束了，最坏的状况结束了，所以未来你其实是可以拿回你自己的力量，你去找回到你自己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接纳你自己，无论是优点或者是缺点，你接纳了你自己，然后呢，你可以去运用你自己的无限的潜能，还有你是很有能力的，你可以创造出很美好的未来，所以你不要过于被现在目前的事情给就是困住了，就是你要相信你自己的力量，你是很棒的。那未来呢，你也看到有这个幸运的一个兆头，然后有很美好的可能性等你去创造，所以首先找回自己，然后去看重自己，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愿意做的话，那肯定就是上帝，或者是你可以，如果你是看你是信什么神啊，反正就是他们会宇宙给你很多很多的祝福跟正能量，会去引导你的未来。然后呢，你也可以跟宇宙啊，或者是那些讯息同在，你去好好的去思考一下你自己的过往经验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是需要你去做一些调整的。那相信这些经验也都是带给你未来很多很多的帮助，还有它给你很多的养分。那我们在这边就先祝福第一组的朋友，好，就是远离困境，然后走入美好的人生。好，我们来看看抽到第二组的朋友，我们的卢恩符文石呢，抽到的是 Answers。 这个 Answers 呢，它的意思是信使，还有嘴巴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你抽到这一个，它也有一个趋向，就是说你可能在未来的时候，你可以因为听别人的忠告而得到了很多的智慧。如果呢，你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有一个考试，一个测验，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测验，学校的考试，或者是你要升迁的一个考试，或者是你要去做一些转职，你要去面试一个新工作，这种求职类的，这种都算是一种考试。那这样子的话，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打算，你要做，或者是你必须要去接受这些测试的话，那么也就是也预言的说，你可能会有一个还不错的结果。但是呢，首先如果你要得到这个不错的结果之前，你先要做到的是不要过于恐惧或者担忧那一个测试、那个考试或者面试。你要把你的那种自信拿出来，然后去勇往直前的去面对这一个考验，那你将会得到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结果。然后呢，这一颗符文石呢，它也有点代表说，你会可能在工作场所，可能是一个会议啊，或者是任何你可能去外在的交际应酬啊，或者是认识新朋友啊，等等等的，你有可能会遇见了比较有比你年长的，
然后是一个很有智慧的长者，然后他给你很多的可能观点或者是意见或者是忠告，那这个部分你可能就是要多留意一下，因为他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个蛮大的转变，你的未来的人生可能会因为他的给你的忠告或者是指引，然后有一些收获，所以你可能可以留意一下。甚至呢，也有可能是你的爸爸妈妈或者是一些亲戚朋友的长辈，那他们是比较有智慧、比较深思熟虑的，那他们可能也会在未来的一些时间里面，在经由跟你的沟通相处里面给你的一些建言。那这个部分也许平常你觉得不是很想听或者什么的，但是在未来这段时间也许你会得到一些很不错的建议，所以建议大家就是也不妨多听听多参考啦，因为他们毕竟还是经验也挺丰富的，有时候确实也能够提供给你非常好的意见。然后再来我们来看看其他的部分，就是说如果你后来因为你决定要做一些职位的变动啊，或者是你想要去新的公司或者是去有新的事业合作伙伴，或者是总之就是跟原本的不一样的新的开始的话，你在那个新的环境，你很有可能会遇到长者的贵人。那你这个长者的贵人呢，他可能会帮助你很多，然后指引你很多，所以你其实在未来的一段时间还蛮有贵人运的就是非常的幸运，走到新的地方啊，新的领域啊，都还有人这样愿意把你牵成，所以是还蛮幸运的。好，那我们来看看塔罗牌的部分。首先我们看到你是抽到太阳还有世界，像这两张牌在一起的时候很明显的就是说，你可能如果假设你是工作来说，或者是你有事业来说，你可能做的是一个跟创意比较有关系的，就是你可能是做有关于艺术，然后有关于要做出什么作品，然后你可能是产业有很多啦，只要是跟艺术创意表现自我，比方说你可能是建筑师啊，你可能是艺术家啊，创作画作啊，歌曲啊，然后音乐家啦，然后或者是甚至你是有一些新创意的，然后你要去执行的，然后有企划的，新的企划、新的文案，这种只要跟你的创意有关系的，那不是那种一成不变的 routine 的每天都做一样的事情的工作，基本上你是需要用你的 idea 去创造，然后去把它从无到有的创造出来的东西，都是属于有创意的职位或者是工作的类型。那这样子的一个部分，你将来的这一段时间你将会做得挺好的，很有灵感，然后可能你的进步啊，或者是你的表现就会很出色，然后得到很多长官啊，或者是一些同侪之间也会感觉你好厉害哦，就是做得这么好啊。那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网红啊，意见领袖啊，或者是你是一个就是大众人物的话，公众人物的话，你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也可能有机会很红啊，或者是更加的有一些增加自己的知名度就大增啊，或者是有一些粉丝就特别喜爱你啊，这样子就是蛮发光发热的。所以你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其实运气还挺好的然后再来，我们也可以看得到说，如果今天呢，你是想要找一个新的感情对象，如果你是单身的人，你想要找一个新的感情对象的话，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就是这件事情是非常可行的，就是说我们很容易成功的意思。你如果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你开始比较努力的，或者是尽量积极的去自己制造机会，或者是多请别人帮你介绍或等等等的，就是自己想办法去营造更多的可能性的话，那你的就是可以成功的
去找到一个新的好的关系是非常有机会成功的哦。然后呢，再来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已经有对象的，那也是代表说，你们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你们的关系可能会有更加的升华到另外一个阶段的可能性。应该是说，基本上，如果你们现在感情就已经不错了，然后也有考虑说可能会结婚或什么的，那也很有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可能会在未来发生。那或者是说你们有一个新的决定，说要比方说去做一些比较重大的改变，比方说你本来是住在一个地方，然后你现在转到要去住在另外一个地方，一个类似搬家啦，或者是一个就是对你的影响力比较大的一个阶段性的转变这样子。然后但是它可能是走向另外一个新的阶段这样子，并不表示说就是结束这个关系，而只是说可能是呈现另外一种的一个感情的延续这样子。再来呢，也可以看得到，如果你今天呢，你是想要去投资一个新的计划，投资一个新的案子，或者是你最近手头上有一些物件在看啊，有没有值得投资，或者是要不要投资，其实未来的时间点是非常适合你去就是做一个投资的。你可能就是不管你在金钱上面，或者是你的判断力上面，或者是你在研究说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做，然后你的财务上面，还有你的能力，还有你的资源等等等所有的配合之下，它是不是可行的，其实到最后你会发现，其实它是很值得你去做的，就是你可以真的用力的把钱投下去，因为你这些钱以后都会回收的。所以如果在未来的日子你有需要做一些计划项目的投资，或者是物件的投资，其实都是非常值得你去做这件事情，你也预言的是 OK 的。所以我觉得还蛮幸运的，这一组牌就是所有的一切都还蛮顺利的，无论是在哪样子的一个层面上面，其实都还挺顺的。如果你今天呢，你是要问说我已经有一个暧昧对象，或者是一个不错的对象，但是可能在考虑要不要跟他在一起，有没有真的值得跟他在一起吗？等等等的，他也是告诉你说，你可以去跟他建立这个关系，因为这个关系可能就是一个蛮稳固、蛮坚定的，然后可以持续很久的一个关系。就是你应该会在这个关系里面也可以获得一些什么，无论是精神上或者是物质上面的一些成长啊，或者什么的。然后呢，如果你要问的话，你想知道这个对象啊可能会是怎么样类型的一个对象，他就是一个很了解自己的一个成熟的对象。今天呢，这个圣杯国王啊，本身你也知道，国王就是年纪比较大嘛，有可能他是比较成熟的，比方是30岁以上，或者是如果他还不到30岁，他比较年轻，但他的心态上面是比较成熟的，他比较了解自己，他比较了解自己的好的地方啊，坏的地方，优点缺点他都很了解，所以他知道他要怎么样去照顾别人的需要，别人的情绪，还有怎么样去满足自己。所以本身他对他自己是状况很清楚的，他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他也愿意去妥协跟配合对方，所以他是一个就是比较稳重，然后但是又很温柔的，个性上是比较温顺温柔，然后比较愿意顺从，但是又不是没有个性，因为他也是很聪明很理性的。那大概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伴侣可能会出现。然后呢，再来就是也有可能你的这个新的伴侣啊，他是在远方，或者是他是外国人。对，因为他有出现了世界牌嘛，所以他是很有可能他是在远方的人，或者是外国人的一个可能性很大，或者是你们是透过工作的关系，
透过事业合作，或是团队合作，或者是跟工作相关、事业相关，你们在工作场合的因素而认识的一个对象。所以你也可以朝这个方面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可能发展的好对象。然后再来就是也有可能就是他的个性上面也有可能是比较阳光一点的，然后也蛮热情的这样子。这个方方面面是让大家去做一个参考，然后你可以去 survey 一下你身边有没有什么样的不错的这样子的对象，也许你可以多留意一下。然后再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基本上呢，这也有一点，就是这个塔罗牌这几张牌的好事，除了刚才讲到的工作上、事业上，还有一些关系、伴侣这些的一个很美好的前景跟可能嘛。那我们也可以看得到说，如果你今天有一个跟国外的案子的合作，也是很有可能会成的。比方说，如果你今天做的生意，或者是你的公司、你的职务是跟海外有相关的，有可能最近你就有一些不错的海外工作机会，或者是他们提供给你一个很好的发展舞台，让你去发光发热。所以这也很有一个意味着未来有来自于海外的邀请，海外的好事会发生。好的，我们讲完了塔罗的部分，我们来看看精灵对于未来你的好事还有没有什么样的指引。秋天的意思就是意味着你在秋天的时候啊，也秋天不就是即将到来的现在吗？现在已经快要秋天了，那就是表示很快很快咯。你之前所付出的努力，或者是甚至你现在开始要去做一些什么改变，然后做一些努力的寻找等等等的这些东西，你的努力，你付出的将会在秋天你会看到有一些成果。甚至如果你原本就已经经营很久的，你就可能在秋天获得一个比较圆满的丰收，也就是时间点就是在秋天。所以真的非常恭喜这一组的朋友，因为时间真的非常近，所以你很快很快就可以看到你是否有得到很多很美好的未来的一些丰收的机会。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挥别过去迎接未来，它呢也告诉你了，过去你的人生里面啊，显然也有一些不是很开心的事情，或者是让你很痛苦的一段时光，或者是无力的一些部分。那这些过往就是显然辛苦都在过往的嘛，就是以前的嘛。那未来的部分，我们可以刚才看到这个牌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好嘛，所以它也是在鼓励你，就是放下过去那些不好的东西，不管你的有多么的伤痛，或者是有多么的挫折，然后罪恶感 whatever， 就是你就是挥别掉过去那些痛苦吧。我们开始朝前面看，去迎接你的未来，因为未来真的很美好，所以不需要再一直苦苦的待在原地了。然后呢，他也提醒你，精灵告诉你说，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什么样的需求，你渴望什么？也请你先回去先了解一下你自己，因为你可能不太了解你自己真正的需求哦。很多人其实活到年纪都已经蛮多了嘛，但是他对自己的个性啊，或者是自己的一些习惯啊、性格啊，都有很多的盲点，然后也不知道自己真正要什么。因为他可能以前以为自己要的是这个，其实也不尽然是正确的，可能他不是他真的要的东西，只不过他一直以为他需要。那这个部分也是提醒你说，你需要自己先搞清楚你自己，你的本性，你的人格特质，你到底需要什么。然后或者是假设你这是在讲你的感情的部分好了，你就是需要知道你到底需要的伴侣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然后
比较适合，那你这个部分你到底自己知不知道？那如果你不是很清楚的话，那你应该回去想，你到底需要真正会让你开心的人，他应该是要有什么样的特质？这个部分就是你可能要留意到的。那再来就是说，如果呢，当你很清楚的知道说你要什么样的对象适合的伴侣的话，你就可以把它可能列出一个清单啊，然后可能列个5点，然后尽量就是清晰一点，不要太过于笼统。然后你经由做出一个名单的方式，然后去跟宇宙下订单，然后去吸引这样子的一个对象出现。如果你是想要有出现这样子的伴侣在你生活中的话，你跟宇宙下个订单，这样子不论是对你自己也有一点自我暗示啊，然后再对宇宙也是请他来帮助你赶快显化，赶快好的东西过来，这样子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做法。然后呢，如果你需要别人的帮忙，你也可以把你想要什么，你的渴望，你的需求，还有你想要表达的都跟对方讲清楚。然后呢，如果可以的话，别人才知道说他到底要怎么样来满足你啊，或者是他们要怎么样来帮助你，他们可以就是跟你能够有比较好的一些交流这样子。如果你没有说，很多人其实他们并不真的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所以这样就会比较可惜。所以宇宙就告诉你说，你应该要提出你的订单，然后呢，你也需要让别人知道你到底要什么。所以首先先搞清楚自己，明白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这张牌啊，这是 T， 这个鸟叫做 T， 它是一种水鸟。然后这张牌的意思呢，就是宇宙带给我们的一个讯息，它其实是在讲说过往的一些生活经验，或者是一些期间吧，你可能有经历过一段辛苦的日子，那这一段日子里面，你可能累积了很多的委屈，还有很多的挣扎痛苦，宇宙都得到你的讯息了，他们也都很了解你的辛苦，他们都懂。那可是呢，可能也许你没有释放掉这种很痛苦的感觉，还有这些伤害的感觉，在你的心里，其实你是很难就是很开怀的往前走的。那他也在提醒你，如果可以的话，你应该要做的事情是原谅，原谅过去那些让你觉得不开心的人事物，然后原谅就是曾经可能伤害过你的人，或者是 whatever 任何的让你觉得心里不好受的东西，这些你都原谅他们。原谅是给自己一个最大的一个礼物，最简单的也最大的礼物，为了让你未来可以过得更好，走得更顺利的一个很重要的礼物。然后呢，他也告诉你说，不要只记得原谅别人，你也要原谅你自己，因为有时候原谅别人是容易的，但是原谅自己反而很困难。很困难的话，还是要做。你可能需要想一想说，在过往的一些期间，你有没有什么事情你觉得很后悔啊，或者是觉得很有罪恶感呢？如果有什么事件你做错了，然后你伤害了别人，或者是你去做了很多你自己都觉得不太好的事情，无论是大的小的，你自己想得起来那些不好的自己所作所为，或者是缺点你需要改进的东西，然后你可以去思考这些，然后呢，你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原谅自己，原谅自己曾经犯过这些错，然后不要再有那么多的罪恶感在心里面，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负面的有毒能量。如果停在你的心中太久呢，对你来说会让你更加的无法去
拥抱那些更美好的人事物，正面的东西。所以如果宇宙要给你的讯息就是未来你可以看到你可以有这么美好的东西，你应该要很有信心而很有正能量的。所以你在这个得到这些正能量正面的事物之前，你先清除你的负能量，那你就将来可以迎接到更多美好的正能量。这就是宇宙想要给你的一些讯息，那希望有可以帮助到你。未来你真的很幸运，我真的觉得这真的太棒了，就是要什么有什么的感觉。所以请你有勇气，坚强的，有自信的继续再走下去吧。接着我们来看看抽到第3组的朋友，这个卢恩符文石呢就是 Sorilo。 它是意思就是太阳还有神力的意识，它的符文的意义就是这个。那这个也代表了什么呢？代表一种胜利的意义，也就是表示在未来的时光里面，就是你可以在很多事物上可以获得胜利的感觉，成功的感觉。如果说在目前呢，你的一些无论是工作、感情，或者是所有的人际关系等等的，你有遇到一些所谓的阻碍的感觉、困难的感觉，在未来的日子里都很有机会可以迎刃而解，所以也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一个符文石成功的定义，成功的预言。所以也是非常恭喜这一组的朋友。然后呢，我们来看看他塔罗牌的部分啊，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好事会发生呢？我们可以看得到说，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基本上呢，权杖1也就是代表你会去做一件新的计划，或者是新的一个事业，或者是新的开始一件事情。也许是一件你本来就想做很久，但是突然就决定好我真的要去做。比方说减肥计划好了，你原本就只想要减肥，但是你到了近期才突然觉得说我真的要去做，而不是想而已，而真的去做了，这样子，这也是一个举例啦。然后也有可能说是可能突然想到有什么很好的 idea 什么的，你就去做了一个新的尝试，新的实验，或者是说你有一个很不错的想法的新计划，然后你想要把它实现在你的工作的或者是你的事业上面，更甚至是一个旅行，它也代表了一个旅行。然后呢，我们看到因为这个权杖1啊，它是跟战车在一起的。那战车你看它是搭着一个车子嘛，它是车子，所以它这个旅行这两个是代表的坐车旅行。那刚好跟现在的疫情也有关系啦，所以坐车旅行的可能性也是比较高的啦。因为近期因为有疫情的影响嘛，所以没有办法就是像过去这么容易，就是要出国就出国的，就比较多的是在国内就是坐车到处去走走看看啊，这样子一个状况。然后呢，我们看到了战车牌这一个牌呢，其实它有一个它有很多的含义啦。那中间其实比较为人所知的战车的含义，其实是这个所谓的战车坐在战车上面的这个战士啊，他其实呢是一个比较掌控欲比较强的，然后他想要控制很多，他想的很多，他犹豫不决，觉得这也好，那也行，有一点就是容易在内心有很多纠结跟挣扎的那样子的一个，有点类似巨蟹座的那样子的一个角色的人物，就是两方面在那边权衡，然后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有这样子的一个形态的一个人物的战车。但是呢，其实他早就准备得很足了，其实他早就拥有了所有的资源、能力跟所有可以执行的
武器装备可以去打战了，但是他自己本身因为考虑太多，然后想太多的原因，导致他自己很没办法前进这样子。但是呢，因为就配合到了其他的牌嘛，所以我们可以感觉到说在之后即将就会发生的就是说决定要往前进的，而且这次是认真的，就是不畏困难，就是我就是要往前走了。那他这个不畏困难往前走的这个勇气跟他的这个不放弃的能量，其实是过往筹备已久的一次的大爆发。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说，如果未来这段时间你在生意上，你在工作上有什么新的，可能要做个新企划，要做一个合作案啊，或者是你要拿下订单啊，或者是你需要有很多的业绩啊，然后甚至是一些协商啊、谈判的成功啊，你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未来有这样子的一个需要，或可能会发生有要做这些合约需要签订啊，或是反正就是类似有一些结盟合作，或者是拿下对双方都有好处的合作的这样子的机会，其实将会非常成功，而且很顺利。所以如果现在所有的在看的朋友，那你们就是可以去思考说，未来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或者是一直拿不下来的案件，或者拿不下来的案子，拿不下来的业绩客人，这些的部分都是你可以不要放弃，继续努力，你会很快的在未来的时间可以拿下这个很重大的成功，这还蛮重要的。然后呢，因为他也就是有这样子这个性格嘛，所以也可以看得出来说，你本身可能也是一个控制欲比较强一点的，就是什么事情可能都是想要尽可能的掌控，如果你可以的话，那你也比较会去强求一些东西，因为你就想要，就是比方说你有个目标嘛，你有个目标导向的就是在那里可能是一个梦想，或者是一个你渴望的事件或等等的，你就很想要得到或者是什么的，你就很就是没有办法那么的平常心，你可能就是控制欲是比较强的。那这个部分我们接下来的精灵也会提示你，因为这个其实都是互相的牌，都是有相关联的。我们等一下精灵也会告诉你关于这个战车这样子的性格，你可能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能量，所以你刚好也会抽到这样子一个牌。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等一下精灵的部分会跟你说一下，其实有什么样的提示还有讯息你可以参考一下。但是至于在工作上面来讲，因为你的性格是比较不放弃，然后愿意一直努力的嘛，所以你在工作上面，或者是你想要去完成一个目标或梦想，基本上成功几率会比别人更高一些。对，那我们来看看还有怎么样的好事。也就是说啊，其实这张牌叫做力量牌，那它呢也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个女生跟一个狮子嘛。那女生跟狮子其实在传统来说，你会想说狮子是一个很凶猛的动物嘛，它可能会吃掉人，那为什么它反而很乖巧的在那边跟那个女生就是很亲近呢？然后女生是怎么样驯服它呢？就是以柔克刚嘛。然后呢，你也可以看得出来说，他们两个之间的一个互动感觉是很亲密的，很疗愈的这样子。也就是说，在未来的就是在未来的时间里面，你很可能呢，就是会跟你的伴侣或者是你周遭的环境的人有一些比较好的沟通。也就是说，你们可以就是两方面都愿意倾听跟去诉说真实的话语。那这个部分就是说，
因为你们两个愿意这样子的互动，所以你们的那个感情啊，其实都是会在增进的。如果你现在目前你有一个感情的对象，然后也都算是交往的顺利，或者是整体都还不错，那可能在未来的期间，你们感情还会再加温一些，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亲密感，然后是从生活中一直累积的。那在未来的时间里面，非常幸运的就是说，两方面都很愿意的跟对方愿意用真心的去交流，然后说出自己的内心话，对方也愿意倾听，甚至两方面可以去互相的协商跟妥协，然后去想让怎么样让对方感受比较好，然后自己也觉得很不错，就是会是一个充满爱跟力量的还有勇气的一个状况。就是如果在人际关系上面会是相当的美妙吧。然后如果说今天呢你是在工作事业上面需要与人接触的话，他也有一点就是在建议你说，可能在沟通上面你要特别的留意，就是怎么样就是去跟对方能够有更好的互动啊，说话方面都要留意说会不会太尖锐啊，或者是让人家听得不舒服啊，那你要怎么样去表达你自己，而又可以让对方感受到你的心意，而又不会觉得反感呢？如果那个是他不想要接受的事情的话，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也是一个说话的艺术。那很神奇的是，这全部的牌很多都是有关联，像这个跟这个有关，这个又跟这个有关，所以等一下我们讲到宇宙的指引啊，我们也可以再多了解一下这个议题。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如果你很善于跟你的客户沟通，或者是很善于跟人沟通，那如果你做的行业刚好跟人有相关性，比方你是业务或者是服务业，那你可能就会得到很多的 feedback， 就是很好的 feedback， 就是得到订单啊，或者是得到客户的信任啊，或者是得到他们的赞赏啊，喜欢你啊，接受你啊等等的。所以就是人际关系上是相当的不错。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是杯酒嘛，他讲的也是一个很美满的人际关系的一个状态，甚至是你对你自己也非常满意。那怎么样对自己满意呢？在这之前可能也有一些需要调整的部分，比方说你可能真的需要很清楚你自己的价值在哪里，还有你的优点缺点你是否都可以接纳。那如果说你自己真的都可以去很清楚自己的所有强项弱项，那你就会去相应的去做出最好，展现出最好的一面，不论是在工作上啊，或者是人际关系上啊，你都可以做得更好一些。那再来就是说，你可能也会很有才华，很有创意，所以你能够做出很好的作品，很有创意的点子，然后营造出很棒的计划，然后去让大家都很惊艳，哇，很厉害的一个就是新产物，就是可能是你假设你是建筑师好了，你就做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建筑设计，然后盖了一栋非常棒的房子，就是类似这种让你完成你的流线你自己创意的部分，然后延伸出来很多美好的产物，美好的结果，像这样子，然后你自己觉得哇，对自己都觉得骄傲了起来，那样子的荣耀，那样子的成功的感觉。所以不仅仅是在就是实质的拿到了一些真正的成功，你的心态上面你也觉得自己是非常好的，很成功的。那这个部分的话，你除了对自己有一定的了解，然后也愿意去做一些满足自己，然后让自己心情平静的事，或者是让自己可以更上一层楼的所有的人事物你都去努力，那这样子的话，你就是会有这样子杯酒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真的在未来里面，你有很多重大的成功啊，然后沟通协调上面也很不错啊，然后甚至是你对你自己也很满意。
我觉得对自己满意本身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大部分的时候还是对自己很多批判跟很多不了解，然后也有时候有很多外在的因素吧，所以你可能也会对自己的信心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减弱或者是什么，所以如果你可以去帮助自己在心灵上面可以去充饱你的灵性，然后或者是你的生活上面是充满愉快的东西，然后很多你去发展你的兴趣啊，或者是做一些会让你快乐的事情，那我觉得你心中充满了很美好很美满的感觉的话，很多东西就是迎接而来的都会是更美好的事物。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精灵怎么说。这张牌就是我刚才跟你说跟这个战车他们两个有相呼应啦。其实他的精灵要告诉你的指引就是说轻松做到，你不用太去控制这么多，机会大门就为你展开。怎么说呢？因为有时候你太想要去控制结果，太想要它就是你预期的那样子，反而有时候会去阻碍到，因为你可能因为太想要了，或者是太渴望了，所以你的内心就有很多的害怕、担忧，然后无谓的烦恼这样子，然后会阻碍你去做出更多正确的决定，或者是可能你可以本来表现得更好一点，更平常心一点，你也不用情绪起起伏伏的，但是因为你太在乎了，所以反而结果不尽人意。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如果你的过往的经验里面曾经遇到过这样子的事情，那也就是精灵告诉你说，你该试着去放松放手，就是让很多事情让它自然的流动就好了，就是顺其自然，不用太刻意一定要怎么样，因为你让事情还有一些不要那么紧的一个磁场的话，可能也许你自己也比较轻松嘛，然后事物有时候它自己会有你意想不到的发展的安排，所以可能反而就是有迎来一个更美好的结果，所以它这是精灵给你的建议，你可以参考看看。然后呢，又有一张牌，你需要原谅谁？那也就是表示在过去的经验里面，或者是你的生活状态里面，你可能有一些事情，就是比方说你很愤怒的事情啊，或者是你很伤心的事情啊，这些东西可能还没有在你的心里面完全消化完成，所以呢，它也是去告诉你说，你其实如果清空你内在的那些负面情绪跟能量的话，你的未来呢一定也会迎来更多正面的东西。那所以他也去告诉你，你其实比较需要去做的是把自己的一些有毒的一些想法，或者是过往的那些痛苦尽可能的释放。应该说其实讲当然是很容易啦，但是真的要试着去做，就是因为这是为了你自己未来可以更好嘛，所以知道很困难，但是需要有你自己愿意改变，或者是愿意去调整自己，然后才会在未来里面你会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真的，你现在所做的所有的调整跟努力，你在未来一定会看到成果的。然后再来呢，怀孕，这是什么意思呢？可能也许你也可以说，也许因为你们的感情关系很稳定，然后未来有可能你真的有怀孕的可能性，就是可能会生小孩啊，或者是什么迎来这样子的。但是更多的有可能不是真正在指生小孩这件事情，它有可能是指出你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作品，比方说你是作家，你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你就可能有一本新的书，或者是你如果是一个艺术家，你就做出一个很棒的画作，你是一个很好的音乐家，你就做出一个很棒的就是很有名的很有人气的歌曲。
你如果是个建筑师，你就做出一个美好的一栋建筑物，就是流传千古的那一种，就是很棒的、很有名的，等等等等等这些作品，都叫做有可能是从怀孕这个衍生出来的意义。然后再来就是说，他在告诉你说，因为未来啊，你会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成功嘛，或者是说美好的产出的东西，所以整体而言啊，他就是在告诉你说，你只要稍微做一些小调整，未来就是朝着一个非常美好的方向奔去，好吗？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其实看起来你未来的幸运的事情也很多非常非常的就是值得期待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宇宙给你的什么样的讯息。它透过这个羽毛，这个金丝雀，它告诉你呢，就是你应该要去找出怎么样说话，怎么样去，这张也跟这个力量牌两张牌是呼应的，都是在讲说话跟人交流的部分。他说这张金丝雀是说，好，如果你今天啊留意你自己说话的艺术，就是如何表达，如何去传递你想说的话，你如果可以把这个技巧或者是说这个很好的方式去呈现，那对于你的无论是任何方面，人事物方面，就是人际关系、工作、事业、感情，都会进展很多。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表达的不够好、不够清楚，或者是没有艺术，所以本来一个很好的事情都会被误解你的用意，或者是可能达不到你想要预期的好的结果。那他是在提醒你，如果你今天想要得到，就是像我刚才说的这些这么多的幸运，这么多的好事都会在你的身上发生的话，其实你要留意你平常在跟人家说话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开口的，还有跟你相对应的对方，他其实是就是他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是你平常你可以去传达，你用你的方式传达，可是也许你需要做一点小调整，然后你做了这个小调整之后，可能是不要这么直接，不要这么刚硬，不要这么呛，或者是不要太酸或怎么样，就是你做一点点调整，但是意思一样的，就是你只是用另外一个方式去阐释你要说的话，不论是什么都会更好，各方面都会更好，因为绝对都是把结果导向一个更美好的结果嘛，所以这个是相对一定会更好的，而不是在说话上面就是没有留意，然后太过于直率，或者是太过于赌气啊，或者是很多语言都很有情绪啊，其实不管是对任何的关系都是会有伤害的。那这个就是宇宙提醒你的部分，如果你可以做得到的话呢，相信对于你的任何方面加分加分再加分，因为都已经很好了嘛。对啊，那只是可以让你好上更好，就是调整一下说话，就一切都没问题咯。这就是这一次为大家做的，你最近会有什么好事会发生的一个占卜的影片。那希望大家会喜欢，然后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再帮我们按赞跟留言啊，然后或者是最重要的就是帮我们做一个订阅。那我们下次见吧，拜拜。